嗨，大家好，我是 John。去年我做了一部影片，主要是以身为一个摄影师，同时也是长期苹果用户的视角，来说明 iPhone 13、14拍照功能上的问题。时间过得很快，最近 iPhone 15上市了，我前天刚收到，马上无情测试了一轮。今天就用同样的场景来跟大家聊聊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改善。除了拍照，我会顺便再聊一些录影的部分，以及为什么我要从13 Pro 换成15 Pro。影片内容的顺序大概是这样。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首先就是拍照的问题，这边每个问题我都会简单再顺过一次。要再更详细的话，大家可以看我上一部影片，链接我会放在底下的说明栏。第一个要测试的就是 HDR 的问题。13以后的机型 HDR 是强制开启的，而且很多时候都算得很不自然。我拿到15 Pro 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看相机功能里面有没有把开关的功能加回来。很可惜，没有。没关系，我们要怀抱希望。虽然阳不能关闭，但官方宣称这项技术从 HDR4 升级到 HDR5，我们就来看看 HDR 的运算和自动锐化有没有改善，拍出来有没有正常一点。我同时带着13 Pro 跟15 Pro， 在不同场景下拍了几张，相较之下15 Pro 有好上那么一点点。这张比较明显一点。虽然有比之前好一点，但把照片单独拿出来看，这个关不掉的 HDR 跟锐化还是很不自然。自拍也一样，虽然有比上一代好一点点，但光影跟锐化还是很奇怪。我只能说改善2个字，目前只做到了改这个字。没关系，我们还是要怀抱希望，看下一个问题有没有解决。13跟14 Pro 有长焦镜不能正常切换的问题，常常会给你一个用主镜头裁切画质很差的假长焦，直接毁掉你的内容。我们就来看看15的镜头能不能正常切换了。OK， 经过我的测试还是不行，左边是切换失败的，右边才是真正的长焦镜。可以看到左边虽然写78mm， 但其实是广角的主镜头裁切的。然后我不知道还多1mm 是什么恶趣味。虽然我的手边没有15 Pro Max， 但我看了几个测评，也有提到这是主打的5倍长焦有这个切换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发现相机在拍照上几乎没有任何改进。但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希望 ，Pro 的用户如果拍摄弱档，就可以还原不自然的 HDR。但前2代拍完之后，都还是要用编辑随便调一个设定，再调回来，照片才会恢复正常。如果每次拍照都要这么麻烦的话，用户到最后可能就会变得跟相机一样不正常。所以我们就来看看15 Pro 的弱档能不能拍完就正常显示。结果还是不行。拍照的部分，现在可以先做个小总结。在上一部影片，我给出的评价是：平心而论，它的相机只能说是可以拍到东西，但以摄影的角度来看，就是电子垃圾。做完前面的测试，我想这段话可以再重复一次。HDR 从4代变5代，拍出来没好多少，也许负责这部分的部门写算法很厉害吧，但苹果可能没想到一件事，就是它老兄的美感可能有问题。源头有问题，就算出到100代，也是往错的方向前进。苹果，醒醒啊！然后我不知道 iPhone 各个部门之间是怎么合作的，但如果我是辛辛苦苦设计出5倍长焦的硬体工程师，看到镜头直接被 HDR 跟锐化毁掉，甚至有时候还不让你正常调出来，我一定会去给弄出这个设计的人一个 DDT。身为常年的苹果用户，我是真的蛮失望的。我不知道苹果为什么不加个 Pro 模式就好。就是让用户一点开，什么 HDR 什么锐化都不要加，想换哪颗镜头就真的是哪颗镜头，这样不就皆大欢喜吗？ Pro 的用户真的知道自己在干嘛，会对自己的照片负责，真的不用这种蹩脚的运算来操心，这样部门之间就不用打架，用户也能开心，用一个开关就能维护世界和平，这样不是很好吗？拜托了，苹果。iPhone 这次的主镜头多了3个焦段可以选择，比较熟悉摄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不是真的镜头，只是透过裁切的方式来模拟焦段。有些相机也有这个功能，比如 GR3 系列。但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那我先拍回去再裁，不是一样吗？但我实际体验过，觉得还是真的有点不一样。先裁好范围的话，就可以做出更精准的构图。这个功能在相机上就是单纯的裁切，
但在 iPhone 15上，这些照片都是由号称4800万像素的主镜头拍摄，再输出成2400万或1200万像素的照片。有了这些多出来的像素差距，我就想测试看看，实际效果会是普通的裁切，还是有运用到像素合并之类的技术来提升画质。我简单做了一个测试，左边是我用24mm 拍摄后手动裁切，右边是用内建的焦段功能拍摄的。28跟35两个焦段看起来没有差太多，但到了48的时候，的确是右边的画质好一点，整体的亮度也提升了。我多拍了一组弱档，测试有没有差别，得到的结果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拍摄 HEIF 档的时候，除了48mm 是1200万像素以外，其他每一张都是2400万像素，所以我做比较的时候还要重新换算跟调整大小。但拍摄弱档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很清楚，从图档的大小就看得出来，它的确就是一路裁切下去。这样整体总结下来，前面3个焦段应该就是普通的裁切，到了2倍这个48mm 才有动用到像素合并的功能。也跟官方详细规格写的一样。上次我有说过 ，iPhone 虽然拍照很烂，但录影还不错。我没想到这次录影又进化了，而且说实在有点让我惊艳，直接进入到了专业的领域。Pro 的机种居然支持学院色彩编码系统和 log。简单来说，就是现在 iPhone 的录影已经可以跟其他专业的拍摄器材进入同一个标准和规范来工作，也比以前有更多的调色空间。现在就放一些我昨天随便录、随便调的画面，让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还不错？而且这个格式前镜头也能用，所以拿来录一些 vlog， 认真调一下就能有不错的品质，看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手机感。综合以上这些，可以看出 iPhone 把心力都花在了经营动态影像的市场。虽然拍照真的很烂，但录影一直在进步。这个格式我之后应该会蛮常用的，尤其是我开始进 YouTube 后，不知不觉就想拍些 vlog， 有时候不方便或懒得拿相机，它就真的能当随身机用。这个格式如果要拍到最高规格的 4K 60p， 就要外接储存空间才能使用，但也合理，毕竟档案真的很大。换了 Type-C 接口之后，苹果居然实现了可以外接储存空间来录影这件事 ，ProRes 终于进入了使用的等级。不然前2代不是手机空间不够用，就是拍完受限于 Lightroom 或 AirDrop 的速度，要传到天荒地老。不过目前这样稍微有点麻烦，但我相信之后会有厂商做出各种好用的提笼。当然，像我这么追求极致轻便的使用者，肯定是会帮大家寻找不用提笼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个。经过的实测 Type-C 的随身碟也可以，这样就不用提笼，也能一体化。但我这个是 USB 3.0 速度的，我不知道 2.0 的行不行，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我没看过有 Type-C 的随身碟只做 2.0 速度的，但 iPhone 15非 Pro 版本的 C 口就这样高，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实际的方案。毕竟要用手机录的话，肯定就是追求方便，再来才是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尽可能把品质做好。如果都要加装一堆配件，搞得很笨重，那不如就使用更专业的设备，呈现出来的品质肯定更好，而且价格其实也不会差太多。一台 256G 的15 Pro 也要4万多。这个价格可以买不错的 APS-C 或二手的全幅无反了。另外有个小提醒，外接储存空间录 ProRes log 的话，无论是什么解析度跟影格速率，录完的档案都会直接存在外接的空间，手机上不会有。这样的好处是很好做档案区隔，手机里面就是轻松乱录的废片，外接空间就都是想要稍微认真拍点东西的素材，不会混在一起。坏处就是如果用随身碟录，要好好保管。不然不见或掉进水沟，你会哭出来。我会把13 Pro 换成15 Pro 的原因，就是苹果终于把接口换成 Type-C 了。
这对我来说实在是节省太多心力了，比什么影片规格专业化都还要重要。之前的 Lightning 每次都会占据一个充电器的接口，然后这条线也没有其他作用，就只能为 iPhone 服务，在背包或是在桌面都是累赘。然后因为不想花心思每次出门都特地检查这条线有没有带到，就会变成家里跟包包各一条，甚至最后还会变成 Type A 转 Lightning 跟 Type C 转 Lightning 又各一条，再加上其他线材，就会觉得很阿杂。现在我只需要带一个小小的充电头，快充的这条就先给比较需要的器材，另一条就充别的。电脑如果快没电就接一下，不被手机霸占之后，2个出口的充电头就变得很够用。然后像我的麦克风跟运动相机的电池盒也都可以当行动电源，所以我出门继续用同一条线就可以拿来帮手机充电。Type C 这条买速度够的，就同时可以当 SSD 的传输线，另外一条 Type A 的就能应付别人的设备只有 Type A 接口的场合。所以我背包现在只要藏住1颗充电头跟2条线，就能在江湖走跳，节省很多心力。以前如果拍完照想把 SD 卡的档案备份到外接硬碟的话，苹果用户如果不带电脑，几乎是很难实现的。想要用 iPhone 做到这件事的话，基本上就要跟这个画面看到一样，要接一堆东西才办得到，那还真的不如直接带电脑。我之前会买 iPad Pro 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率先换成 Type C 接口，这样我就能透过 Hub 实现 SD 卡转 SSD 备份，就不用带电脑。现在这件事终于可以在 iPhone 上实现，但差别在于 iPhone 要在外接电源才能同时推得动 SSD， 不然就只能读到记忆卡。iPad Pro 就不用，直接插就都能读到。不过这时候就要再请出刚刚的法宝——随身碟。我实测发现，这样即使不另外供电 ，iPhone 也能同时运作随身碟跟记忆卡。这几天看过无数评测，很少人像我这样把随身碟用得出神入化。欢迎随身碟厂商找我业配。旅行的时候，你就可以趁洗澡或睡觉的时候放着让它备份，甚至在交通工具上补眠的时候，就可以整组丢在背包让它跑。虽然是很理想的做法啦，但我常常会被业主不对，但我这么热爱工作，90%的时候都还是会带着笔电，好想要多一点这种任性的旅行。如果觉得这样还是带太多东西，想要追求极致轻便的话，那我要在此传授我的大绝招：空出手机的容量，就只需要带一条线，从相机把档案传进手机，传完再换随身碟或硬碟，把档案倒出去。除了传档案，换了 Type C 以后还有很多妙用，有人会拿来输出萤幕，但我没有 Type C 萤幕或 Type C 转 HDMI 的线，就还没尝试。但有个我觉得蛮好用的，就是可以接 USB 麦克风，当成一个不错的简单收音设备。安卓以前就能实现的，现在终于轮到 iPhone， 只是一个线材的统一，就节省了很多心力，并且多出了很多生产力。虽然安卓用户现在可能正在笑我们，但无所谓，这是苹果用户值得纪念的一刻。最后是一些我的购买建议，有静态影像创作需求的话，建议买相机；有动态影像创作需求的话，就可以考虑买15 Pro 的系列。15的话就完全不建议，因为像是拍弱档、拍 log 都只有 Pro 可以，还有最重要的档案传输速度 ，Pro 的 USB 才有到 3.0， 非 Pro 的版本只有 2.0。那如果你说John 完全没有上面的需求跟考量，那还是不建议买吗？那我会推荐买前几代的机种就好，因为我觉得非 Pro 机种的提升不值得这样的价差，除非你想要让线材精简一点的渴望大过于这个价差。但我们仔细想想，这个价差其实够让你买一堆烂很线到处乱丢。如果买 S1 或前几代的二手机的话，你就有空间可以买更多条。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我长期使用后有什么新的心得，会再跟大家分享。最后有个小提醒，虽然 Pro 系列是 USB 3.0 的速度，但它附的线是 2.0 的，所以就是一条充电线。不要拿它来传档案，要用当然是不会怎样，只是就很慢。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务必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这样我就能有机会达到开启收益的门槛。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